大家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不吃鱼的猫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为大家带来第2期的短剧推荐。由于版权的原因，我无法直接将视频画面单独呈现给大家，不过我会将推荐的视频素材放在屏幕的左侧，大家可以配合我的解说来判断是否喜欢这部短剧。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短剧之旅吧。我现在看了是25年2月第2周的一个榜单，我先按照我的顺序来推荐。第一个呢是听花岛的作品叫《生生相许》，它的制作不错，一个痞帅男又有钱去追这个女主，我觉得大概就是这种一个故事模式。然后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这一块。它应该是放在了民国时期的那一个吧？不是，它是放在应该是80年代吧，80初那个年代，公交售票员，对，然后有点那个港风的感觉。民国要更早，你想他那个头发都是大卷发、大卷毛那种。啊，那应该是80年代左右。对，80初啊，他们那时候可能还放录像厅，有种有种港风的感觉，制作也很精良，制作是非常好的。对，满足了女性就是有一个怎么说拯救坏小子的梦，有没有是这种可能性？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我一下子看完这个50来部剧以后，我需要去再看剧情简介，我才能够把它给对到哪一个剧集上面来，就是因为内容重复的实在是太多了。确实，但是它的重复性非常的高。对，但这部剧确实虽然说我很推荐，因为它制作也不错，然后剧情也不错，扮女美，然后拯救一个也不算拯救吧，坏的人和一个好的人，然后这种反差，两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反差的人设，然后走在一起，相互碰撞出来各种各样的火花。对，其实这种是比较吸引一些女性的受众的，就是上学时期为什么很多学习好人漂亮然后又很乖的人总是会去谈一个坏小子的恋爱，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过了一种自己想要放肆的人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对，所以他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男性的话，他可能在短剧里就可以去看这么一个虚拟的恋爱。对，而且就是女主也好男主也好其实长得也不赖。行，而且他那个氛围感都拉得蛮足的。他故事虽然比较俗套，但是其实两个人之间的拉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互动还是蛮好的。其实他在创新上也就是这么多，主要就是比较稳妥。就它整个故事比较稳妥，你要说有多创新的地方，在短剧里边故事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创新，但确实是制作很精良，男帅女美，然后就是一个小坏蛋大坏蛋吧，跟一个乖乖女的这么一个故事。反正听花岛的作品都是比较稳，它基本上故事也比较稳定，制作也是很精良的，工业流水线做得很达标。对，我下面推荐的第2部短剧是叫做《风前怎及爱深沉》，这是一部女频剧，它是一个女性凝视的一个挑男模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呢，他这个男模其实是霸总，他只是装穷装成了农村人，我觉得这个设定比较有意思，中间会有很多从女性角度有一点点就是软色情的元素，就比如说去摸一摸男生的腹肌啊，然后手往下伸一点啊。第2个就是它是轻喜剧，他的怼人是很狠的，很解气，台词也诙谐有趣，台词有讲婆婆妈妈，他这个台词就改成了公公爸爸。这个对于非中文的受众来说，可能理解上就会很困难，但是如果咱们都说中文的观众就会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还有一点啊，虽然看似是女主来反选男人，女人来挑男人，但是呢，它其实核心的还是说这个女孩还是被逼婚，她是要拿下公司的继承权，所以她要找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其实本质还是媚男的这一套，我可以直接这么说吗？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值得推荐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看你给它标的是还行，但其实这个片子是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可以上前3的一个片子，其实蛮值得推荐的一个。我觉得你说的媚男可能它不存在，长久以来
在创作上面没有探索出来一个新的形式吧，因为其实现在好多就是编剧在探索如何去谈论女性创作的展现自我的这么一个价值上面，就是所谓的女权上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探索出来。现在所有的这种即使女性大女主这种视角，它其实还是在男权社会下面的一个叙事方式，你不能够说它媚男，它也是个短剧，你不能够要求就是说达到电影那么高的一个深度，因为他爷爷说谁能够先生下孩子谁就能够获得继承权嘛。对对对，它是有这一个设定，其他的设定我主要是谈的这个设定层面还是它其实是相当于给男女主之间去一个谈恋爱的引子，作为一个背景，就是强行的一个设定吧，可以这么理解。行，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在说什么。没有那么好的办法的去把这个事情表达出来，但是我不同意他媚男的这个说法。就是女主其实一直是生活在男主给她构建的一个楚门的那种世界吧，就是她所有的成功，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男主来主导的。在这一个事情被揭穿的时候，女主并没有说像我们固有的那种思维啊，那个哇，你为了我你做了这么多怎么样的，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太可怕了。这部剧虽然说她所有的成就是男主给她带来的，到最后两个人也是走在了一起，但是其实这个女主即便是没有男主，我觉得她也是能够成功的。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又是以各种男人为媒介取得了成功，但其实后面当她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男性构建的这么一个世界里以后，她从害怕到转为接受，然后到最后是利用，在我看来她其实是利用了男主的这么一个资源，是一件比较现实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女主她其实自己最开始的设定是说我不喜欢比我强的男人，因为她有她的骄傲，她有一句台词是我是自恋但我不是傻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女的身上是有一种疯劲儿在的。对，而且女主其实选的也不错，我好像查了一下，好像我有印象她是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毕业的。对，我下面一部讲的叫《绝情救赎》，它是一个男评，我的评论是有趣，我不是推荐。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的他就是得了胃癌，然后呢他放弃了所有东西帮助他的未婚妻，他未婚妻一直误解他，一直就比较虐的这么一个剧情。我为什么觉得有趣呢？首先他这个故事它是一个男频的故事，他能够火的原因是因为他满足了一部分男性的幻想，就比如说他可能幻想我成为一个英雄，我要让天下人都负我，然后要我的死来换来你们所有人的悔恨，因为他中间有包括让他的女友让他的母亲悔恨，但是让他死了之后你们才知道我这个男性的苦衷，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你们最终承认了我的能力，我的付出很满足某一些男性的某一种幻想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成为榜单第6的一个剧的话，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是我分析的第一个原因。它是第8。第8 OK。 有2部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第1期推荐过的。对，第2点有趣的点是在于我觉得会有很多女性看这个剧，女性看的剧的点是她觉得这个男性为我付出了很多，他为我藏了这么大秘密，让我事业上更好，让我去不要为他有一个心理负担，所以他一开始抛弃了我。我觉得女性是能带入这么样一个他们幻想中觉得哎呀绝世好男人的这么一个男性，所以我觉得很多女性也在看这部剧，它可能满足了一部分女性的一个对男性的幻想。那我觉得这个剧情就是很有趣，它融合了男频，因为我们传统看的男频都是那种是一个所谓的屌丝，然后其实就开挂，一路装逼，一路打脸，一路扮猪吃老虎，这是传统的男频的故事。但是呢，现在这个男频它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虐心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它又能满足男性的一种装的或者是某种幻想的那种心理，然后它又能够让女性幻想某一个为他背负很多的男人，它吸引了男人又吸引了女性去观看，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有趣，我只是觉得它在市场上挺有趣的这个融合。但是同样要提醒海外的一点就是说，对于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受众来说，可能从男性的这个角度你就很难去感同身受了。这部剧你评价的是有趣，但是这部其实是我在我不推荐行列里边，因为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个女频性转文，就是拿一个女频的一个东西给它换了一个男性的身份，这个在小说里边非常非常的常见，因为一个题材火了以后呢，就会换个词儿，然后直接就给它重新编辑一下再发表，也是一个复制粘贴的一个套路吧。在我看来，它其实满足的是女性的一个幻想，而不是一个男性的幻想。我同意。我说这一点上就是满足了女性对一个这种他们想象中的男性的幻想，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它的定位确实是男频。绝情救赎的在 ADX 的受众分析，男性占比最高82%，女性18%，然后51岁年龄占比最高，还是大多数都是男性在看。所以我就说男性的角度是因为他觉得你看所有人都赋予我，对吧？我背负了所有，有这种心理上的爽感，你们最终是要承认我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一直说它其实是一个女性的性转文，这个套路其实是在女频里边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有这么高的一个男性受众，那其实我感觉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吧。像之前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说男性也其实是需要爱的，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一直喜欢这种虐文的套路，喜欢一个人无条件的为我付出，就是因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为了得到爱，她其实是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你无论是美貌也好，还是说我去送吃送喝送什么玩意儿也好，它其实都是在付出的。但是这个社会其实是对男性的要求非常低的，男性天生以来就是因为你是男的，所以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关爱以及非常多的一个便捷。那当这一个男性如果说需要去看这种虐恋的一个男性付出很多很多，然后来换取这么一个爱的时候，那就是说明这个社会其实男性想要获取到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当然我是女性，我个人觉得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确实需要这样的爱，我觉得他更多是需要一种亏欠，我需要别人亏欠我。对，你女人，你老婆，你亏欠我，妈妈，其实你不理解我背负了所有，这种感觉让他很爽，很虐，很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能够火。对，纯的虐恋，我觉得就是那种舔狗式的虐恋，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有市场，可能有一部分人看吧，但是不一定有那么有市场。我觉得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有趣，这个片子评点，我的点评是有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满足了这部分心理。我觉得看了这个观众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首先最大占比是51岁，下面一个占比是40到51岁，占28.83%，然后31到40岁占25%，也就是说从31岁到51岁这个年龄段，基本上就占了70%了，不止，可能80%几了。这个年龄段，那他其实是背负了所有啊，他家庭是他背负的，对不对？他可能他觉得这个家庭是我供养的，所有的这个东西是我背负的，可能中年他又出现了各种事业的危机。那他看这个剧的时候，他就觉得确实这个人说的就是我，你看我背负了这么多，我也不能说，对吧？你妻子你是亏欠我的，我是隐忍的，他有这种感觉。包括母亲，我对不住你啊，他母亲后来死之前，好像是我印象中死之前又怎么样，他是满足了这部分受众的心理的，我是觉得。所以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数据分析，因为这个短剧嘛，它其实很受头流的影响。那它会不会说，因为它定位这个本身自己定位的是男频，所以女频就是女性观众很少会刷到它，会有这个影响因素在吗？
应该有可能，但理论上说，他们以我所知的投流，就是他先拿一部分市场先测，就比如说，我觉得定位上是个男频，那么我会根据我的定位，这个先小规模几百号人先测一测。我觉得女性受众应该也会试一试，如果效果好的话，他也会继续往下推。所以这个可能都会测试，他不可能说完全说我不去测试女性这块受众，他一定是测了，然后效果没有那么好。那就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可能不是那么推荐的原因。这个东西在我看，就像我说的，它其实是个性转文，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女频里边，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不喜欢，所以换成男性，我也更没有办法共情。对，我只是说纯粹的女频的这种虐恋这种啊，如果直接转成男频的话，可能以前就看的女频我也看不明白，就是扇巴掌这种，然后直接转成男频的话，肯定是没人看的。我觉得男性不喜欢这样，我觉得所以我说这部剧有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从女频转成男频的话，它是满足一部分男性的这种解压他的这种心理的，所以它能排上一个榜单，我是这么分析的。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挺好的，它其实是把它的背负的一个东西给转换为一种剧情化的一个事情，然后做了一个艺术的处理，所以可能男性观众会确实是可能带入到了自己背负着各种事情来前进的一个幻想吧。有可能，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啊。下一部戏叫《巴陵晚风微微甜》，也是一部女频，这是由舒彤主演的片子。舒彤我们之前在演员大盘点里也盘点过，我们还后续会做单独的一个演员介绍。因为舒彤我觉得挺有潜力的一个演员，虽然说外形上不是那种顶尖的帅，但是呢，他确实是很有风味的，我可以这么形容吗？就很有味道的一个男演员，然后他的演技也非常好。包括在这一部戏里，他其实这个做一个从北平来的一个算知青，很适合他这个扮相。然后这部片子融合了这个80年代或者是70末80初的这么一个复古风，它其实这个复古风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元素，包括就是中国很多的下沉市场还有中老年市场都比较能有代入感，可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刚出生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边有大量的应该是陕北方言啊，我的判断应该是陕北方言。这个其实在短剧中非常少见，我们大部分都是说普通话，即使是讲一些方言的话，也就是1-2句。那可能这个陕北方言就带来一定的特色，它对一些北方地区的人来看的时候是比较有亲切感。但是呢，我们又说出来，对这个海外的华语的受众可能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就是确实是有口音。然后呢，对于其他的非中文的受众就没关系，反正你们就是看的字幕啊。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评点。那你觉得这部剧怎么样？我觉得这部剧其实蛮好的，就是像你说的，它其实也是那种黄的它镜头应该都是那种黄的，就是那种黄土地的那种感觉。然后舒彤其实演技确实蛮好的，我觉得这个里边如果说单看剧情的话呢，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吧，有一点慢，就还行，剧情也就还行。对，我其实所有的短剧在我看来真的很啰嗦，为什么一件事情能炒个18、9集、20来集的这种，我真的非常之不理解。对，但是你打发时间的时候是可以，但它制作是比较精良的，制作是不错的。对，它制作 OK， 但是稍微有一点慢，但你要纯打发时间是 OK 的。对，其实短剧一直它讲的其实不是故事，它讲的是情绪。就是这部片子的情绪点都在女主和那个女二和原小说女主。其实原小说里边应该是按照这个猜测，应该是在它的设定的背景下，女主不是个好东西，但其实女二也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它应该是2个恶人相互的去厮杀。然后在原著里边可能就是现在的女二是获得了胜利，但这个女的穿越进这个小说里边以后，女主用一种比较善良或者是比较智慧一点，因为她知道剧情，相当于开了一个外挂这种，然后赢得了男主的以及周围一些人的喜欢嘛，逆转了这个曾经女配的一个命运。我刚才看了一下 ADX 的数据，非常有趣。我本来说是不是陕北这一块、西北这一块人看的比较多，不是。具体的排名是广东最高，8.93人在看，底下就是河南，然后江苏、四川、山东、浙江。
是不是这几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它数据没有错的话，是不是这几个地方它本身看短剧的人就比较多？对，有可能。所以其实方言他们也影响不大，就是山北。像当年 TVB 或者说大家也不都看那个粤语嘛？其实很多时候东北看的比较多，东北也看的很多，是吧？对，有道理。我看这部片子里边书童他很多微表情倒是蛮细节的。他演技是没问题的，在这部剧中，这种年代戏中，他真的非常适合。但我不是说他其他的戏不适合，而是说我这个年代戏特别有那种感觉。我看到他，我真的感觉他是那个时候下乡的一个人。对，就他特别适合这个年代，他长得特别正，就一看就是又有书卷气，然后又小帅，然后又是确实一说话一开口就是像那个北平，对，就是当年京城过来的人。就有这种感觉，特别适合那个年代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部片子的成功应该和书童的演技应该关系蛮大的。是的，演员太重要了。其实短剧就是看2个主演或者几个演员，他们非常能把你带进去，非常重要。真的，各位导演、制片人，这真是血的教训，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演员，非常重要。行吧，那么就讲下一部剧。我这边推荐的是《开门送财童子到你家》，这个应该是过年期间的剧，2月2号开始投放的这部剧。差不多就是刚过完年这段时间。所以其实这种剧嘛，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国内跑的短剧里边有小孩的，基本上只要演技不差，都还不错，就是不会扑街扑得一塌糊涂。基本上有小孩的剧都是票房都比较稳一点，充值都比较稳。首先这个小女孩选的特别好，很可爱，而且演技也不错，特别灵动。对，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剧情也就是它有一些点石成金的一些功能啊，把什么普通的碗变成金碗啊，就是这种，然后比较喜庆，因为正好是过年期间出的这么一部剧嘛。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海外看的话也不错，因为小朋友确实很可爱，而且这个看一下中国年或者有种年味儿的东西，大家会看一个新奇。它本身的剧情也蛮好，就是也不是说蛮好的，本身的剧情也是可以的。你排除就是这种中国年的这个元素以外，它其实蛮通用的，我觉得。对，就是一个很通用的一个东西。欢欢乐乐的没什么了，对，比较欢乐，比较好，就是很轻松的看下来。我觉得这部剧其实也不错。然后下面一个推荐的是狗哥，是一个男频。我这边简单的写了一下，一个是他是把这个放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然后他的整个服化道确实不错，制作很精良，而且他有一些大场面，上面有很多人，很多群演，我看觉得花了不少钱。而且它的制作我觉得有点偏那个长网剧的感觉，稍微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有一种帮派斗争，然后不会像传统的一些男频短剧就叭叭叭叭叭一直在对话，一直在说，一直在对骂，没有，它有点长网剧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部剧我也非常的推荐，因为它的制作其实非常的成熟，它是有剧情有故事，非常的完整。这个戏制作上面就像你说的全方位的，其实能够看得出来是花了钱的。你应该没有看过就是陈思诚的一个网剧《远大前程》，那部戏拍的也可以，也是一个男频，就是一个小人物在上海滩慢慢的成长为那个大佬的那种感觉。远大千程里边是陈思诚他那个兄弟最后是背叛了他，狗哥的这部剧他那个兄弟为了他死了嘛，就是没有背叛的这么一个情节。在我看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都蛮值得推荐的一件事情吧。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下，我在看 ADX 受众分析是18到23岁年龄占比最高，占31%，然后就24到30岁占30%，31到40岁占23%，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比较年轻的受众，20岁左右的。因为它其实也是讲了一个救国救家的一个人的一个江湖嘛。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因为它有点像那种长网剧的这种感觉，它的节奏各方面叙事，我觉得是有点偏这种，所以可能年轻人更习惯于看相对慢一点，而不是那种哐哐哐吵的那种。
其实狗哥和风前怎级爱深沉，它其实这2部剧都是属于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线的一个剧。像狗哥他最开始加入那个黑果，后来阿妹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阿妹是地下党的一个情报员嘛。他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然后才和那个斧头帮的那个帮主2个人联合在演戏。他知道自己背叛了阿妹，然后又利用了千金，他其实很愧疚，他觉得他谁都对不起。他是有人物的一个塑造，还是相对是有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特别单一的这种人物形象。对，因为他为了救阿妹嘛，他翘了自己的婚礼，然后这个他的女朋友呢也是说你去救阿妹，不要来我们的婚礼嘛。其实每一个人他在那个抗战的这种背景下面，都是在尽自己的一丝努力，想要这个国家更好，想要摆脱这种命运。除了最开始设定的那2大亨，在一个比如日本的女的来斗智斗勇以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比较正面的角色，而且他没有非常脸谱化的那种正面。即使他们在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包括说那个女主她爸爸是那个商会的会长嘛，在他知道自己的准女婿撬了自己女儿的婚姻，让他颜面尽失，但是当他知道他是为了对抗日本人而做出的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也能够拿起武器来去杀日本人，他也不会说怪罪他的女婿。然后就你前面你不是看到把2大亨的货物给劫走的那个人，因为他劫的是大烟嘛，他不希望这个大烟来祸国殃民嘛，所以他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人物弧光，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但不知道国外的观众会不会能不能 get 到吧。我下面推荐的是第2周上榜的一个新剧，叫做《农门小福女》，是农村题材。最近有好多小孩小福星的这个剧火了，都出了一批。那这部剧就是把小福星放在了农村里边，在农村这个背景有一些什么，就是小孩有一个算金手指这样一个东西吧。还可以，但是我整体刚才看了一下，热力值也就是347万，现在是3月2号，其实热力值也不高，但是确实那一天是上榜了，在那一周。它应该属于上了一下子，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支撑，然后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但是整体我大致看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可能我觉得海外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文化差异，就是有一个小孩有一些超能力，有些这个金手指，让爸妈生活变得更好，就是比较有趣的这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还可以。然后下一部剧也是第2周新上榜的，叫做《你好许娇娇》，它的特点是一个是80年代的复古风，第二呢，它是个轻喜剧，就这个女孩就是各种怼人，台词写的也不错，大可看性还不错，也是复古风，有怼人的情节，然后演员演的也不错，剧情也比较有趣。但是它居然才排这么点，可以看一下累计到3月2号累计的热力值也就397.8W， 那其实这部剧有可能是亏的，从充值端看有可能是亏的。对，那它这个我因为我没有看，所以我不好评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是和演员或者是制作有没有达到观众想要的。其实我感觉像那个这种年代剧，其实对制作的要求还蛮高的。对，相对它的制作成本会高一点，它属于轻喜剧，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中国市场上特别爆款的，你可能都不喜欢，就你或者我看都不喜欢，但它确实它就是爆款，就你确实你一看投放数据就特别高，比如说戳中了某些人的心理，因为短剧说白了就是个心理嘛，戳中某些人的心理，满足他的心理就行了。比如说咱们上一期有评点的这个蛇年大婚之婚不可挡，那就是典型的第一投放时间是过年期间，那第二就是戳中的彩礼这块，其实大家有非常争议的这个点，那这个片子就很棒。看一下它的数据，哇，6000累计热力值是3220.7万，
就很高，3000多的热力值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它只有54集，对吧？就是这种戳中某一种心理的这个东西，它就会非常的棒。包括还有一个我这个也看了，叫漂亮老婆陪过年，你有看吗？看了，是我不推荐的一个。它的热力值也是有，看一下累计也是有1527.3W， 就我只能说是它满足了中国某一些男性受众的他的这个心理。所以说如果这个剧放到海外的话，可能因为文化呀各方面有差异，所以有可能海外受众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这个剧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对，因为催婚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我是觉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这种，尤其是老一辈的生育焦虑，就是得跟别人一样，他就是得生，至于为啥生他也没想明白，他也没想过。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部剧满足了一些下沉市场可能男性的某一些幻想，因为过年期间要回家，那家里必须得催而且中国现在的现状就是在农村地区、下沉地区，就是单身的男性是占绝大多数的。可能1线城市或者大城市，不是说他是户口是大城市啊，就是他可能人在大城市工作，其实单身的女性是偏更多的，也找不到对象，但是他们俩互相不匹配，因为他们的就是接触的环境跟他学历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这个故事其实整体还行，它是一个轻喜剧，所以看起来情绪压力没那么大，因为很多短剧就是枪的一直在说话。对，它还算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故事线。对，就还行吧。它有一些特定的文化的东西，一部分的海外受众他不太能理解这一块，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就是有一个轻喜剧。这部分带着看故事还是能看。我不是很喜欢他们输出的一些价值观。现在很多短剧，其实在我看来，它的输出的价值观是很有问题的。我觉得它不是输出的价值观，它是反映的这部分人能理解的价值观。就是短剧，它不是我去宣传给你，我要引导你，短剧不引导你，因为短剧就是挣钱。说白了，你想看什么，我给你看。你理解的世界是这样，我就给你拍成这样。但对于我们来说，人是不能接受。但是很多人他的文化理念上认同这样的东西，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去刷抖音也好，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非常割裂，就是他认识的世界跟我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只是他认同这部分价值观的人看的短剧不小心被你看到了，因为他上榜。再见不说3次，这还是榜2的剧，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丧偶式育儿，对吧？老公是不管孩子的，老公是跟外边的女性不清不楚的，女人呢是想给老公3次原谅的机会，我要让你后悔。这部剧我看下来感觉就是粤女文学和当下的这种爽剧文学相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它结合的还比较割裂。再见不说3次这部剧，对，他既想吃粤女文学的这么一个受众，又想吃当下爽剧的这么一个市场。然后这个女性她其实在转变上面就很跳的一个感觉，然后最后是女配在作死，把那个这个男主吧就作的感情就作没了嘛，然后又想设计去杀女主抢一些财产什么的，结果把这个男主给弄死了，也没有弄死啊，弄成植物人了。然后这个女主就回来把这些财产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全都给继承了。就是我没有办法 get 到她的爽是什么。她的爽就是我觉得可能那部分女性观众啊，她就是对老公是又爱又恨，但是她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办法离开老公，所以呢她就要看这样的剧，就是我要让你后悔，我要在一个短剧的精神世界里，我要让我幻想中的这个老公就是后悔死，抢我爱情的这个所谓小三儿或者什么白月光作死，然后老公因为就是最后跟了这个白月光，所以就惨死了，就是这种。说白了就是这种。说白了就是说让你眼下不止我的好，是吧？精神胜利法。对，所有很多短剧都是这样，很多短剧包括有让自己母亲后悔的，让自己哥哥后悔，爸爸后悔，反正就是你会发现各种家庭矛盾。什么代际创伤有多严重，你只要这个矛盾有这么严重，就有这么多短剧拍出来，各种类型的人物关系它都能拍短剧。
所以就是工业苦经嘛，有工业糖精就会有工业苦精。对，可以这么说，这种就属于工业苦精类型。这整个榜单里边，我最不能理解的是第5名，全世界最爱我的他，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一部剧。哦，我也写了，我看看啊，我写的是可能是拍给恋爱脑看的虐恋，我一直不能理解，这就是我的评价。不过看完以后想报警的程度，这个真的我看就是感觉是吃了10斤的云南的君子，然后写出来的这么一个幻想类的文学。他是怎么能够借着别人的嘴，然后让那个男主去看见你的付出呢？当一个人看不见你付出的时候，你的嘴他不会通过别人的嘴知道的。那你请问你是什么样的付出呢？你付出你自己一个没有长嘴，然后最后还要自杀，然后来让男主愧疚。哦，他自杀了。哦，你看，你真的，你去扒开很多中国短剧的皮，我要以这种最极端的状态让你去悔恨，就是我死了，我的整个生命结束了，世间没有我了，但是你还活着，我要让你悔恨至死，我要所有人对你千刀万剐，就这种感觉。在跟自己家庭，就比如说跟自己母亲这种，让他去悔恨这种状态情况下，自己的死然后突然发现，哎呦，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真的是好啊，以前我真的没看见，就这种。我对这部剧评价就是，你丧失了社会性的价值以后，只能够寄希望于男人来获得这种价值的认同感。你除了在他们就是那种渴望爱吧，就像你说，渴望自己能够被他人认可，渴望自己能够被爱的这么一个情况，一个生存的一个动力。反正很多剧都是这样，很多短剧都是，就是我之前有个编剧就是说过，很多剧都是悔恨，是看一下年龄分布，11岁年龄占比最高，占31.53%，然后就是28.97%是31到40岁，还有就是占26.96%的是41到50岁，也就是说中年级以上，这部分就是已婚的女性嘛。对啊，就这个受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它其实就是在女性回归家庭以后，丧失了社会性的价值，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家庭身份上面的一个认可吧。包括你说这个女主最后是怎么样对男主好的呢？下雨天给他送那个什么汤啊，点个外卖不行吗？而且你说你还要淋雨，你家连把伞都没有吗？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雨里呢？这就是具体的显得自己惨嘛。对，就是工业苦经，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丧失了社会性地位以后，你只能通过一些自虐的一种自毁的这种倾向来展现自己的一个价值。对，这个点我是同意。他这种展现的形式可能就是通过在看一部短剧，把自己虐一遍，获得一种释放。短剧基本上创作阶段就是这个火了，这部剧火了，把这些元素拆一拆，重生啊，这个穿越啊，这个80啊，萌宝，这都是一些元素嘛，包括一些情节留的素材点，所谓素材点拆一拆，然后你这部剧的爆款，这部拆一拆，把那部拆一拆，搅在一起，然后男的改女的，哥哥改妹妹，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年轻的霸总改中年霸总，就这样。短剧是不是绝大多数的短剧的受众都是30、40往上？部分是，但是现在短剧市场也在年轻化，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的在国内还是很容易找到盗版的，所以年轻人他想看他是能找到盗版的。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红果 App 推出来之后，大家其实都能看正版的短剧，所以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看。对，所以你其实看头流素材，因为我们看 ADX 的话，它里面热力值理论上都是充值的，所以有可能这部分的人群还是相对的年纪会稍微大一点。但如果说红果它有数据的话，但它有可能会稍微年轻一点，或者以后如果小红书也做短剧的话，它可能年龄段会更年轻一点。好了，这期的推荐就到这里，下期我将为大家带来2月份月榜榜单的推荐。如果你想快速了解中国短剧的最新资讯，请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及时更新国内短剧的动态，并不断优化大家的观看体验。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努力做到最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期再见。记得点赞关注哦。